事实上，近来欧洲不少国家的战略界人士纷纷撰文或发声，对俄乌冲突中美国和西方的角色进行反思，认为美国和西方负有责任。对此，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一在回答深圳卫视记者相关提问时表示：“我们听到越来越多国际人士就俄乌危机发出理性声音，他们对乌克兰问题的历史经纬、当前局势始作俑者的反思值得重视。当前形势下，和平是人心所向，对话是大势所趋，冲动要不得，拱火不可取。”国际社会应该做的是努力把机会窗口开得更大，让和平曙光驱散战火的阴云。但我们看到，美国仍在为和平设置种种障碍，这只会使局势进一步恶化，让乌克兰饱受涂炭，与和平的初衷和出路背道而驰。我们认为，集团对抗的思维和单边制裁的逻辑已经过时，美方应承担起相应责任，切实反思在俄乌危机中的不光彩角色。北约作为冷战遗留的产物，应因时而变，顺势而为，跟上和平发展与合作的时代潮流，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的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。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张思南。张先生你好，乌总统泽连斯基视频警告，更大规模战事可能在乌东部打响。美军也公开证实在本土培训乌克兰士兵。那么您怎么看北约的军事介入呢？主持人好，如果我们把时间往前回溯一下，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就俄乌冲突的态度变化其实非常明显。2月21日，当俄罗斯承认乌东的顿涅茨克与卢甘斯克独立时，美国总统拜登的态度是什么呢？在激烈的声讨谴责之中，有一句话意味深长：北约的防卫义务仅限于北约国家领土，而不包括其他地区。什么意思？乌克兰不是北约国家，不在北约的防卫义务之内。换言之，乌克兰不是我罩着的，你要有能力你就上吧。这个时候，美国替北约摆出了一份能吵吵就绝不动手的保守姿态，似乎是在装死认怂。而这和过往西方世界在巴拿马、格林纳达、伊拉克、科索沃、阿富汗一言不合就诉诸于军事行动的风格差异极大，令人意外。但随后自3月15日起，先是波兰、斯洛文尼亚和捷克3国的总理，再到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，然后是英国首相约翰逊，一个个先后出现在基辅。至于美国和北约此前所表露出来的装死认怂、保守姿态是有明显差异的。不免让人产生了一种错觉：怎么俄乌冲突是要结束了吗？这些西方政要怎么一改隔岸观火的姿态，甚至开始冲锋陷阵了呢？与此同时，外界还注意到，来自欧美的武器装备也越来越肆无忌惮地流入乌克兰。从一开始，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拒绝提供火炮等进攻性武器，只愿意提供头盔、防弹衣等轻型装备，其中威力最大的可能就是单兵反装甲与防空导弹。到4月5日，作为北约成员国的捷克公然向乌克兰输送了一批坦克与步兵战车，斯洛伐克更是向乌克兰提供了一批 S-300重型防空系统。事实上，据美军参联会主席介绍，美国及其北约盟友目前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大约6万件反坦克武器和2.5万件防空武器。西方国家一改在乌克兰危机上的态度，不断加大介入的力度。但在这种变化的态度背后，实际上是相同的决策逻辑，那就是有没有足够的利益。欧美国家之所以过往在巴拿马、格林纳达、伊拉克、科索沃以及阿富汗如此果断地诉诸于武力，不过是因为有足够的政治或者经济利益，哪怕这个利益可能只是基于某种国内选举政治的考量。所以就俄乌冲突而言，美国及其盟友一开始的示弱，或许非不能也，是不愿意。在那个时间节点上，买卖不划算才是美国和北约保守表态的根本原因。但随着俄乌冲突在1个半月的时间之后逐渐陷入僵局，随着欧美国家逐渐摸清楚俄罗斯的底线，这场买卖一旦变得划算，乌克兰冲突或许将迎来最为凶险的时刻，俄罗斯也将迎来最为严峻的挑战。